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凯。今天要分享的生酮食谱是一道非常经典的法式甜点，也就是马卡龙。传统马卡龙的主要原料有白糖、蛋白还有杏仁粉，所以我本来想，只要把白糖换成任何低碳的代糖，像赤藓糖醇或者是罗汉果糖，我就可以把它改造成生酮版本。可是我尝试了几次都做不出马卡龙该有的外形，口感和味道还是非常棒的，所以到最后我还是决定把这个食谱分享出来，让正在减肥或者是在尝试生酮饮食的小伙伴们可以解解嘴瘾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为了让部分水分蒸发，帮助打发，我把蛋白先放冰箱隔夜1个晚上，然后现在先拿出来回温。首先把9克的黄油、42克的奶油奶酪先从冰箱里拿出来，室温软化。哦，对了，顺便也刮一点柠檬皮放在里面，备用。接下来我们来混合干料，称40克的杏仁粉、36克的代糖粉和1茶匙的泡打粉放入料理机，搅打细腻，然后过滤。最后会剩一些颗粒比较大的杏仁粉。接着称30克的代糖，蛋白回温后倒入大盆子里，放入少许盐、柠檬汁，然后开始打发。分几次加入称好的代糖，打发至硬挺，倒扣也不会流出来的状态，然后放入干料，翻拌均匀，直到可以慢慢画出不间断的阿拉伯数字8，然后放入裱花袋。我把事先打好的圆形印记放在烤盘上，铺上烘焙纸，接着直立挤出面糊，最后轻敲烤盘打出气泡，静止30分钟以上，直到表面干燥。我们可以趁这时候来做马卡龙内馅，把材料拌匀。内馅的糖的比例我们只用了5克，因为制作马卡龙已经用了很多糖，这样可以综合一下甜度。马卡龙表面干燥后，就可以放入预热烤箱，150度13分钟，取出等待至少30分钟。马卡龙放凉了，我们就可以慢慢从烘焙纸上取下来，把大小差不多的配对放一起。接着我们就可以组装马卡龙了。我发现我的马卡龙做太大了，有点滑稽，样子实在是不怎么好看。我们的马卡龙就完成了，在冰箱密封放置隔夜，口感更好。OK， 这是我在冰箱放了1个晚上的马卡龙，所以现在我来尝一尝。其实呢，它的口感还是跟传统马卡龙有一点不一样。这个的口感它会比较扎实一点，可是它外壳还是酥酥脆脆的。好，那我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咯。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分享的话，请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每个星期都会上传一支分享生酮食谱的影片。如果你有任何疑问，或者是希望我下一集做什么内容的话，欢迎留言告诉我哦。我们下个星期见，拜拜。